朋友们，大家好！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中国游泳运动员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和男子4×100米混合接力中获得重大突破，甚至打破了丑国，今后我就直接用丑国来说了啊，打破了丑国数十年的垄断，令世界震惊，也让丑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特别的破防。于是呢，纷纷搞有罪推定，质疑中国的成绩不干净。德国国家电视2台更是在实况转播时，那个解说员一直把他的个人情绪强加给观众，不停地唠叨几年前中国兴奋剂检测阳性的事件，而绝口不提当时是中国主动上报给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随后得到该组织的确认，对中国主动申报大加赞赏，也接受食物集体中毒的说法，所以允许中国队员参赛。就是说，中国队是获得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背书的。而德国媒体呢，经常故意隐瞒历史，利用普通人的信息差来达到他洗脑的目的。反正这届奥运会让我更加对德国媒体深恶痛绝了，特别是德国国家媒体，他拿着纳税人的钱来散布不实言论，干着反华的勾当。在这里我想说中国人很多中国产品的质量并不比德国产品的质量差，人家德国人对中国如此仇视，那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有骨气呢？如果不开奔驰、奥迪、宝马，就会死全家吗？只有把那些小瘪三们打趴下去，他们才会平视你、尊重你，甚至某天仰视你。你一味的跪舔人家，买人家的东西，人家是不会给你好脸色的。会更自大，更认为你看你们都买我们德国产品吧，说明我们德国产品好，对不对？你们自己看不起你们自己中国产品，德国人就这么认为的。另外呢，我特别鄙视有些跪舔西方博主的人，比如某福，人家绝口不提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抹黑，也不说德国人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与蔑视，他就说了几句吃吃喝喝的，对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是好话。然后呢，不少中国人就跪地就跪舔他了。有时我真的觉得有些中国人真的是太贱了，没脊梁，没骨气。朋友们，现在我们又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那个解说员是如何信口雌黄的。Auf der Einzelstrecke von 46,40 Sekunden. Du hast es eben gesagt, der erste, der es geschafft hat, unter 46 Sekunden zu schwimmen. Das ist mir völlig unbegreiflich und sicherlich auch einigen, die fachkundig jetzt hier an den Bildschirmen sitzen und den Stream betrachten, die werden unglaublich die Köpfe schütteln, wie das überhaupt möglich ist. Und ich hatte es ja eben schon mal erwähnt, ein australischer Trainer, der darf ja sagen, was er will, der hält auch nichts von der Unschuldsvermutung und sagt ganz klar, das ist eigentlich menschenunmöglich und das geht so dermaßen über die physischen Grenzen des normal und regulär Machbaren hinaus. Aber nochmal, die Unschuldsvermutung ist erstmal da und bis man diesen Herrn hier das Gegenteil und vor allen Dingen Jeanne Lepan das Gegenteil bewiesen hat, gilt das auch für uns. Dennoch, der Zweifel, der bleibt, der schwimmt mit, ist mitgeschwommen und bleibt in unseren Köpfen so lange, bis man eben das Gegenteil bewiesen hat. Die Amerikaner haben eben den Chinesen sehr herzlich gratuliert mit Umarmungen. Also offensichtlich sehen die amerikanischen Schwimmer, die hier links neben ihnen stehen, zumindest von unserer Warte aus links neben ihnen, im Moment das genauso und denken, ja, okay, müssen wir so hinnehmen, sie sind im Moment die Besten der Welt. Sie sind die Olympiasieger und im Moment ist es einfach so, dass sie die Goldmedaillen verdient haben. Aber noch ist die Akte China nicht geschlossen, wird weiter untersucht und dann werden wir sehen, was dabei rauskommt. Denn wenn man das beweisen kann, dass sie damals schon unerlaubte Mittel genommen haben, müsste man sie mindestens für 2, vielleicht sogar für 4 Jahre sperren. Und dann weiß ich nicht, ob dieses Ergebnis hier noch bestehen bleibt.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届巴黎奥运会之前啊，以丑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就开动了他们宣传机器，大肆报道中国几年前刚才前面提到的兴奋剂阳性事件，可以说他们是在把旧饭新炒。据我所知啊，德国媒体是跟风最紧的之一，德国媒体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所谓兴奋剂事件的报道，真的几乎天天都有。在此，我真的不得不再次强烈谴责中国泳协或者是什么其他什么机构啊不作为，胆小怕事，息事宁人。正因为中方的软弱，才让丑国等一些下三滥的国家为所欲为。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中国泳协的领导层并没有这么做。记得35年前，也就是当时的学运，有一句口号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觉得这句话在现在2024年用在中国泳协身上，或者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层身上，一点也不为过。真的，我有时觉得中国游泳队员很可怜啊，受到无尽的刁难，不公平对待，而他们的上级领导却不敢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公道，维护他们的权益，除非真的是有什么隐瞒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自知理亏，否则我真的不理解中方的软弱。光靠运动员个人发声证明自己的清白，真的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声音根本就听不到，而且人家根本也不想听到。另一边呢，众多网友发现，丑国以及少数国家他们游泳运动员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是满脸通红的，红的像什么呢？像紫薯。所以有的人说啊，你看丑国就有紫薯族、紫薯队，这没错，对吧？而其他国家运动员却非常正常，没有这所谓的紫薯脸。所以啊，大家都在怀疑，如果不是嗑药了，就是地球上产生了新的物种。联想到丑国向来我行我素，根本就不把国际组织放在眼里。比如说，该国是不接受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检测的，而是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所谓反兴奋剂组织啊。而且众多网友反馈，丑国的每个游泳运动员都患有哮喘病，所以根据丑国的条例，这些都是哮喘病病人，而病人是可以服药的，是可以豁免兴奋剂检测的哦。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谁来鉴定丑国的这些游泳运动员或者丑国的运动员，他们服用的是到底是什么药，还是他们嗑药呢？奇怪的是，这种赤裸裸的做法竟然能让丑国的运动员大行其道，在全世界没有阻力。而作为全球体育大国之一，中国体育领导层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吗？难道就不能站出来为全世界发声吗？况且了，在过去，该国的游泳运动员以及该国其他项目运动员确实出现过阳性事件。如果没有证据就可以做有罪推定的话，那中国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以紫薯脸这一奇特现象也来做什么有罪推定呢？中方为何不能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为什么中国人在无数检测的情况下，实打实游出来的成绩要遭到这些国家的质疑？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质疑他们的成绩？比如那个菲尔普斯，光北京奥运他就获得了8枚金牌，总共在他职业生涯中获得了23枚奥运金牌。按照丑国的逻辑，中国也有权对他进行有罪推定啊，对不对？据我所知啊，这个人现年才39岁，但是你们看看这张老脸，你们相信他只有39岁吗？反正在我看来，从照片看，那个人看上去起码有59岁了，我觉得比我的年龄还老几岁。为什么这个人老得如此之快？根据丑国的逻辑，我们可以完全也对他进行有罪推定，对不对？就是嗑了药，所以呢才有后遗症，才看上去那么显老。按照丑国的逻辑，中国完全可以这么质疑嘛。说到质疑，说到有罪推定，我们看比如说这届奥运会啊，小小袋鼠国，它的金牌数量为什么那么多？现在达到了18枚，他们的金牌数那么多，不正常啊，对吧？正常人类也做不到呀。那中国是不是对袋鼠国运动员的成绩也表示质疑呢？
他们的运动员是不是都捧着一个药罐子呢？总之啊，朋友们，通过本届奥运会，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信心。这个世界由于丑国及其走狗的存在而变得如此的丑陋，而奥运会已经完全变味了。是不是现在应该由中国自己组建一个所谓的比如说世界运动会呢？反正啊，丑国不是要使出浑身解数与中国脱钩吗？那也可以来一个体育脱钩呀。你们自己可以要拿金牌，那你们自己玩好了。中国可以对丑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这样说：中国做一个堂堂的大国，完全不用那么在意这个奥运会的金牌，或者不用那么在意奥运会，就像不用那么在意所谓的诺贝尔奖一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诺贝尔奖就是好的啊。比如说诺贝尔和平奖啊，还有诺贝尔什么文学奖啊等等，对吧？因为可以看到现在的奥运会或者现在的诺贝尔奖，由于西方的操作掺杂了太多的政治，也就是说奥运会还有诺贝尔已经被西方玩坏了，玩臭了。目前正因为全世界只听到丑国的一家之言，所以他们自己的国民以及他们那些看门狗才敢对中国妄加指责而不用担责。比如那位澳大利亚的所谓钻研了游泳30年的资深教练就口出狂言，说潘展乐的46.4秒的成绩有猫腻，人类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他把话完全讲死了，还说他研究游泳30年，他就是专家，他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啊，德国国家电视2台就把他的话当圣旨来怀疑中国队的成绩。My friends are the fastest swimmers in history. I've studied them for 30 years. I've studied this sport. I've studied speed. I understand it. I'm an expert in it. That's what I do, okay? And I'm upset right now because you don't win 100 freestyle by a body length on that field. You just don't do it. It's not humanly possible to beat that field by a body length. 中国小将潘展乐在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夺得冠军，创造了46.4秒的新的世界纪录，也打破了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无疑应该成为本届巴黎奥运会赛场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随后他又作为中国最后一棒，在男子4×100米混合游泳接力赛中为中国男子夺得金牌立下了汗马功劳，终结了丑国数十年垄断。有人说是40年，有人说是64年，反正就是好几十年。What a twosome to start with right here, Dan. Murph, think you couldn't ask for two bigger, better leaders for I said, here it comes. Just what I said, Dan. Xinhai Young looks like he's going to have the lead for China. Fink coming in to hand off for the key butterfly to get it done. Does. Maybe Hunter Armstrong up there in lane 3. Flo Manitou battling for fifth. The battle is on for Armstrong to get the silver for the U.S. and he does. France with a bronze. 如今中国创造了辉煌，如此辉煌的成绩本应收获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发展并非我们所愿。据报道，丑国的菲尔普斯在潘展乐1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他提出疑问，表示无法理解潘展乐如何能再次突破自己46.8秒的成绩。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游这么快的时候要被质疑？那在此之前，伟大的运动员菲尔普斯他拿到7块奖牌、7块金牌、8块金牌的时候，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他？莱德基运动员从2012年到2024年称霸了这么多年的长距离，每届都有金牌入账，那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莱德基呢？46.8秒的最好成绩，再加上西方媒体把澳大利亚游泳教练的掷地有声的话搬出来，这样的质疑之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下，无疑给潘展乐还有中国游泳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压力，甚至在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以及教练也受到了冷暴力。像之前我们第一天4×1自节游完以后，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雷克，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
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想说的吗？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对于我意义不太大，因为生活还得继续。然后对于我们国家这枚金牌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是我中国人第一次在另一个项目上突破历史，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最近好像事情呢悄悄发生了变化，据说那位澳大利亚教练悄悄删掉了他的视频，而关注了潘展乐的社交媒体账号。而菲尔普斯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明确表示无端指责潘展乐是错误的，强调了在了解事实之前不能随意指责别人。他将这种指责类比于对自己职业生涯所取得的23枚奥运金牌的质疑。大家看，是因为他担心人们质疑他，因此才改口的，而不是为了潘展乐抱不平。尽管他后来意识到了无端指责的错误，但他依然固执己见，不愿接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兴奋剂阳性检测的审查结果。他还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应该更加透明。这种态度显示出他对待中国运动员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强的偏见和误解。在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透明的同时，他自己国家丑国的那个我行我素的所谓反兴奋剂机构是否透明呢？那不是妥妥的黑箱作业吗？与此同时，菲尔普斯对英国选手皮蒂在赛后污蔑中国队的言论表示理解，这种理解无疑是对不公正言论的一种纵容。这不仅伤害了中国运动员的感情，也损害了体育竞技的公平正义原则。还有据说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查尔莫斯最近也改口了，称潘展乐理应获得金牌。Yeah, I definitely have a lot more to offer in swimming. I love swimming. I love being a part of these amazing races, and I think tonight seeing a 46.4 second 100 freestyle be swum next to me, I think the goalpost has definitely been shifted that I've got to train harder than ever if I want to be competitive in that event. And 而中国游泳运动员们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勇敢站出来发声，站出来回击，直言中国队的胜利是干净的。但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声音外界是听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层要有所作为，据理力争，该硬的时候就应该强硬起来。鉴于丑国对他自己的家丑视而不见，而对别国长臂管辖以及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操作，网友们很担心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我也在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奥运代表队这次呢，在巴黎必须确保给运动员的伙食整个食物链万无一失，而且也确保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入中国国家队的厨房，因为可以投毒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他们的间谍能力最强呢？当然是丑国了，因为他们不仅间谍能力强，还没有底线，而且各种骚操作。为了搞臭中国他们是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的，包括投毒。这次中国队包括潘展乐用自己的真实实力狠狠打脸了那个厚颜无耻之国以及那些厚颜无耻之徒。但是这次巴黎奥运会，丑国为了不让金牌旁落中国，而采用了如此下三滥的手段，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这个国家，这个丑国输不起就像他在各个领域一样，特别是科技军事还有经济领域一样，对不对？他们真的输不起。比如你看丑国就立法，就叫你 TikTok 滚蛋，滚出丑国，这就是他们一直崇尚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游泳队，对于潘展乐，西方人是有几个人改口了，但是他们是真的心服口服的改口吗？我认为并不是。而菲利普斯之流是担心别人质疑他23块奥运会金牌，所以才不得不改口的。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以本届奥运会为警钟，这个世界并不是光凭中文的实力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中国人应该明白，在与丑国等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温文尔雅，息事宁人，
韬光养晦，现在真的行不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只会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那中国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据理力争。为了维护国家声誉和自己的运动员，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跟丑国等西方国家死磕到底。中国体育界领导层、中国泳协等等，别忘了，你们的背后站着14亿人以及几千万海外华人。